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诚毅欢瑞四大小生，你最看好谁？认真和努力，真的在任何行业都值得被尊重。富山海官方发了一则诚毅拍打戏吊威亚的花絮，在长达1分多钟的无背景、无特效的花絮片段里，居然有被诚毅那堪比武行的身手给震撼到。托马斯全旋、劈、刺、闪的几个动作做的行云流水，是一个普通观众在没有看到剧本，也不知道他人设的情况下，都会感慨一句好有少年侠气的程度。现在能理解为什么粉丝说诚毅除了拍戏之外，没有别的什么活动了。估计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磨角色和复盘角色口碑上，怪不得是圈子里知名的2G 冲浪选手了。人只要放下手机，减少娱乐时间，就会多出很多可以提升自己的空间。好在他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这组富山海的真人无替身打戏花絮一出，全网都是夸赞的声音。这真喷不了，这大家伙也演不了。绿幕直出这一块还得看诚毅老师啊，动作丝滑的同时还能维持面部表情，确实厉害，说是天选武侠人不为过。然后网友就从诚毅开始开扒起了欢瑞早年间在他们都还是小透明的时候签下的几个好苗子。诚毅无疑是一位。2018年他被欢瑞签下的时候才刚大学毕业没多久，在圈子里没啥存在感的。最出圈的作品就是他作为学生录制的1年级大学季了。结果没多久之后的20年，他就凭借琉璃的大爆成为炙手可热的古偶男主了。也还蛮意外的，毕竟琉璃小制作，他和当时的女主哪个都不算能挑大梁的。没想到剧的热度和口碑完全超预期，豆瓣评分7.5，在玄幻剧里面属实不低了。这其中有运气在，更是因为作为主演的他有能够匹配大爆剧的业务能力。而后面连着2部古装剧《沉香如屑》和《莲花楼》的热播，则让诚毅稳坐流量男演员的位置。可以说从目前的古装剧来看，他算非常能扛口碑和收视率的男演员了。莲花楼的长尾效应还在呢，富山海马上就也要开播了，完全不会出现没有曝光的情况。然后刘学义和诚毅一样大，也都是中戏毕业的，但比他更早，2015年的时候就被欢瑞签下了。不过那时候欢瑞还有素人里在，竹棚怎么也轮不到他。很长一段时间，刘学义都是在欢瑞自制剧里镶边的状态。诛仙青云志里有他，龙珠传奇里有他，秋蝉和琉璃里面还有他。但因为不是主咖，一直也没让观众记得住。也是在2022年开始演到男主，并且接到合适的角色之后，才慢慢开始出圈。都说他是被低估的男演员，这么些年没到大流量的位置，但起码演技一直被大众所认可。还有任嘉伦，虽然今年合约到期之后，任嘉伦选择不和欢瑞继续续约，另起炉灶自己当老板了，但他在欢瑞的时候是名副其实的一哥。要说任嘉伦被欢瑞签下来的时候，其实知名度并不高，属于演员转型期吧。但之后的大唐荣耀大爆特爆，进圈多年的景甜因为这剧终于开始有了流量，任嘉伦更是一跃成为当红小生。此后无论是锦衣之下还是周生如故，都给了他更多热度加成。如果没有他当时官宣女友火速结婚生子那段，这歌估计能更火。不得不感慨一句，欢瑞的眼光和签艺人的运气，从任嘉伦到诚毅再到刘学义，哪一个都是既有演技又有观众缘的演员。反而起点最高的秦俊杰没了水花。问原因，自己做的。本来拍完满城尽带黄金甲之后，
行业内外对秦俊杰都很看好的。后来还有资方为他量身定制了一部 IP 剧《网球王子》。进欢瑞之后，公司对他也像亲儿子一样啊，马上找来最能抗收视的女演员杨紫跟他搭古偶《龙珠传奇》，甚至还有《泡沫之夏》这种曾经言情小说界的大 IP 给他拍。秦俊杰在里面演欧辰，几乎是每个看过这部小说的女孩在少女时代的终极梦想男友了吧？奈何他因为拍《龙珠传奇》和杨紫因戏生情谈了一段恋爱，但又在拍《泡沫之夏》的时候和同组女演员张雪迎的互动太过暧昧，这么一来一回就被扣上了渣男的帽子，怎么洗也洗不太白，只能眼看着口碑崩坏，曾经的热度也不在。虽然现在依然蛮多唱衰流量演员的声音，但只要实力在，业务能力达标，一样能圈到粉啊。